这个人呢叫冒辟疆，冒朝明，他字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冒辟疆是有故事的，就是有一个人叫董小宛，你认识吗？知道董小宛。董小宛那个秦淮八艳之一。然后这个冒辟疆呢就和这个董小宛就好了，这个是个大才子。然后我不是上次跟你说，咱们如皋这边不是相传这个水慧园也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嘛？对。当时讲，如果水慧园是到大观园的话，有人就说这个冒辟疆其实就是曹雪芹本人。为什么说水慧园就是大观园呢？因为在我对《红楼梦》也不了解，但是《红楼梦》开篇还不知道第2篇的时候，当时提到了一个叫水中高地，然后临江而建。那么依据当时中国的这一块的话，可能就只有如皋这块地方跟它像。我们来到了如皋的水慧园，正巧有一场木偶戏，我们赶紧过去。时间正好，在这儿。是跟木偶的动作其实是有点相似的。对，就是人是平行，要带动它。对，带动它啊。南通这边有个本土的牌子，就喝酒的黄酒啊，就叫水明楼。对，也有黄酒对吧？然后这个盆景园，然后如皋的盆景是这个叫世界的3大盆景之一啊。对，然后待会儿就可以去盆景园去看看，里面的一颗盆景的话，估计几十万吧。多钱？对。盆景园啊，盆景啊，这些就是人家可以放在家里。那这个可以售卖吗？这些？这边的估计在这边售卖的不多，因为如皋有个专门的这个叫花木大世界，对，花木市场。刚好经过。有吗？马上经过的，我看到了。我在开车没在。对，可能因为在南边，在南边。如皋的盆景有一句话叫云头雨足美人腰，你可以看它那个头，就看它那个头像不像一朵云？对，云头，对，雨足美人腰。什么叫美人腰？就是它的这个腰，它的这个枝干的话，你看它都是这个稍微这样要弯曲一下的，曲折的，像美人的这个腰一样的。这2棵估计有上百年了。这个盆景，这个大的盆景。这两棵对，可以。这个连续的几颗？4颗呢？这可以。还是这2颗？这边都值钱。好吧。值钱。菜的就是而且打理的。对。这个东西确实要后期有人要打理。它这个底下还有什么支撑的，对吧？他们打理的人就住在这边。这个是松树的一种还是什么？它是要支撑，你们看到那个钢钉啊那些，但是它是不是松树？是不是松树？应该是，但这个造型也是后期它就是通过这个当心宝贝儿，通过这个支撑的方法做出来。
OK。现年360年。你这360年对吧？对。古真松400年。对。讲那个叫云头雨足美对人腰，后面还有人会说叫云头雨足2万半，就是这个。 1000年前应该是北宋的时候。对。 1000年前之前的时候。没有1000年了。那个也有在抖音上做直播的，就是像小盆景的话，估计在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。听说还有一个动物园，已经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了。到花香了呢。我们来到了这个一个动物园，孔雀。没了都，头上的冠都没了。那是 emo 了。3个人吗？3个人。真舒服呀！嘎！就发现这里好多品种啊，还可以。嘎！嘎！灰冠鹤，好像是灰冠鹤。嘎！唐尼玛你好，你是不是抱错人了？你以为我是妈妈呢？黑的草泥马和棕黄色的草泥马。嗨，嗨，草泥马。嗨。好可怜啊！其他就没有，好可怜啊！来到了这个城墙之上，只有一段了嘛，留下来的嘛。啊，对，那边也有，啊，这一块就这一段。对，你从这边拍那个亭子不错。很多城市它的城墙是已经拆掉了，然后有的城墙它是拆掉了重新翻建的。这边一段好像说是原本的这个城墙。这边都是现在起的，后面的。这个现代起的，对吧？待会儿我们要去的是老街，对，是老房子。这边应该就是城内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城内。这个是城墙，如是道的这个意思，对吧？高是水中的高地，对，就是到水中的一片高地。对。当心这个哪里是楼梯啊？不要乱走。下去就是楼梯啊。我知道，有的地方它是空的，这个要当心。当心啊！这个是青砖的吧？这种。对。走过这种青砖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当心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空缺的台阶，看好。离开水会园，我们也即将前往下一站，如皋的老街。